歡迎來到少主離的魔玩頻道。今天我們來玩藏王閣英雄級的這款劍蠍，盒子的包裝峰繪看着還是挺漂亮的。製品說明書、人物卡，藏王閣每次的這個說明書變形指示啊，步驟會畫的特別多，就變得會特別的詳細，但太詳細了吧？其實有些步驟看起來就特別亂了。其實這款的變形還是很簡單的，武器帶了一對雙劍，造型來說，塗裝的細節還可以，不錯的啊，金屬漆的質感。这個巨大的蠍子尺寸看起來竟然還不小呢，在我的印象中，英雄级应該就是那個10幾公分的，像是經典級別的這麼一個意思啊。蠍子現在尾巴還沒有完全延展開到鉗子的前端，已經28公分了，那要是完全拉長也得44公分左右。尾部這裡有多段的關節，每一個都可以獨立的活動。上邊的這個蠍子毒真的造型，哇，这個倒馬裝感覺做的也是科幻風十足。背後這裡的殼一節一節的這種刻畫效果，質感很不錯。底盤來看，其實就是什麼底盤？腹部來看就是2條腿盤踞下來，每一個足都是可以單獨的活動，根部也有不少的關節處理，所以可動性的這一塊保證的還是非常不錯的。前邊這一塊的大鉗子，人形的胳膊來回活動，這裡也可以張開。前方頭部口器的位置，這2塊大螯也可以張開，哇，看起來就很兇殘了。咔嚓！首先記得先把2個嘴部的大螯張開，然後掀起這一片的蓋子，連同第2對足整個的拉起來，根部又有一個 Z 字折疊的關節，抬起來之後旋轉180度。同時收納這一對足，把它 Z 字折疊貼放在一起，蓋子整個的团起來之後，再通過一個 Z 字折疊拉開，這不是2層疊在一塊了嗎？把這個腦袋的部分露出來，翻到下面來，腳背和腰部這裡連接有一個鎖扣，把這裡撬鬆，然後連同最後一對足，膝蓋甲彎折下來，尾巴翹起來。整個雙腿180度旋轉，疊放出來，中間的扣子左右脫開，腿部的變形注意這一塊折疊一個90度，然後順着腳踝的關節旋轉個180度，後邊的這對重腿疊吧疊吧，旋轉一下，完全的填到腿肚子裡邊，包裹起來，也是把這窟窿堵上了，這一塊。腳踝90度扭正過來，把這個扣子腳尖藏好，腳後跟90度拉起來。雙腿同樣的方式處理好之後，順着大腿根部180拧到正面來，然後中間的這一對足繼續通過根部的關節進行旋轉，擺放成它的側裙甲樣式，貼在這兒就好了。胸甲這一塊順着裡邊打開。後邊這裡完全延展開不阻擋的情況下，把人頭和昆蟲的腹部這裡邊掏出來，接着在閉合的時候就注意了，昆蟲的頭部折過來，用胸甲整個包上去，2個大螯順着側面露出來，肩膀這一塊的面板定位結合，大螯就可以放過來了。通過這個凹槽把這個重腿的根部讓過去。然後邊旋轉肩膀邊旋轉重腿，就把它讓到上方来。另外的一邊也是一樣，打開，順着這個凹洞，先給一點角度，讓到這個空洞裡邊，然後邊旋轉肩膀邊往上擰重腿，就可以把它拖上去了。現在肩膀歸位，這2對重腿擺好之後，我們拉開尾巴這裡 Z 字折疊，縮短。在屁股上折疊起來，上面的背包蓋子雙段關節的連桿折疊，通過根部的扣子進行插合，最後再把第1對足稍微的卡到這個缝裡邊，擺成一個完整的背包造型，這樣看起來整齊一些。其實現在可以放在這裡當成武器使啊，跟他玩石頭剪刀布絕對贏。這個洞側面這裡有一個方口，順着下方插上。也可以把武器搭載成這樣的效果，相當於一個袖劍，但是尺寸看起來也是非常誇張的。我記得之前看断刀大賽，好像印度那邊有这個3刃的袖剑啊，全套这一类的武器，把它摘下來，
变形出胳膊的时候 ，Z 字折叠，哎，直接把这儿提起来，露出就好了。就以咱们玩变形金刚的概念来说，这种变形的机器昆虫基本上都是反派的角色，而藏王阁这一次真的刻畫的非常正義哈，尤其這個紫色配上金色和銀色的點綴效果也是非常好看的。身上的塗裝效果、漆面的工藝、做工質感都做得非常的棒，而且拿起來其實還是挺有分量的啊，在一些關節的位置處理上面也用了不少的合金零件，頭雕非常的好看啊，是吧？我覺得這3款裡邊，這個間歇的頭是最漂亮的。肩胛這裡可以獨立的活動，拉出來以後平舉胳膊90度沒有問題。肩膀在360度旋轉的時候，注意後邊的重腿位置。其實理論上是可以轉過去的，但是也得來回的挪一挪，比較麻煩。二頭肌根部可以左右旋轉，胳膊肘裡邊是合金的雙段關節，曲肘的幅度也是非常大的。手腕左右旋轉，這個肘會特別的緊。4指連在一起的張開，當然做360度的話，避讓一下這些重腿和尾巴，倒是也可以擰過來。前踢，哇，這個軸會特別的緊，而且賽鋼料子磨起來的嘎吱聲。後踢範圍也不錯，側抬就沒有那麼的緊了。大腿根部旋轉，這是變形的需要。膝蓋這裡是一個合金的雙段關節，屈腿的幅度其實挺大的，但是這塊脫肉會很難看。我們可以把這個膝蓋甲稍微的挪一些，這樣去遮蓋一下位置。腳踝左右接地，設計了獨立的關節，也是賽鋼的嘎吱聲。但是作為一款英雄級的產品，大腿後方還有小臂這裡，多少還是能看到一些偷膠面的。做工用料、材質、塗裝這些工藝方面做的都是非常不錯的，變形難度適中，英雄級的這個尺寸是非常適合在手上把玩的。而且這一款的造型做的也是這3個昆蟲裡邊最帥的。玩具變成人形，到頭頂高度在18.5公分左右，而且相對來說英雄級的售價也是非常實惠的，性價比還是挺高的。那麼大家覺得藏王閣這一次的間歇做的如何呢？歡迎在評論和彈幕留下你的觀點。這一期咱們就玩到這兒吧。